这里是西藏军区某边防团1连的巡逻点。日前，该团满服役期的女兵们主动向上级申请，组成巡逻小分队，走向边防，执行他们在军营的最后一次巡逻任务。海拔4500米的1连，看不到树木，夜晚也格外的清冷。海拔5500米的巡逻地点，除了冰雪和石头，找不到任何可用的木柴和食物，官兵们要提前准备好相关物资，随身携带。女兵们在老班长的带领下，从劈柴、准备食物到整理行囊，井然有序地准备着第2天巡逻所必需的物品。这个非常因为带的东西，这个零下20多度，受不了的。为了防止意外，连长胡显军拿出单兵急救包里面的药品，耐心地为老兵们讲解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这个单兵睡垫，防血盲。这个单兵急救包，预防那个高原反应急救那个，就海拔别高。我们单兵急救包，然后是巡逻的时候防止那个高原反应的。这个呢？这是那个单兵的那个睡垫，单兵上睡垫。这个护目镜是防止血盲。对一样，这个以防下雨，因为这个高原地带的话，这个山高后头，这个经常下雨，天气多变啊。现在我们必须野外生存的都装完了啊！现在这个大家准备好，可以把它打包，明天早上出发之前。调的一个单兵的一个急救包，里面的药品还是比较齐全的，什么丹参地广啊，一些防感冒的冲剂啊，每个人都要配发一个。风油精啊，连那些剪刀都有，你看这些指甲刀都有，比如说出去划伤了呀，就可以夹掉这些死皮啊，这些都有。它里面有一个清单啊，清单它把里面基本上所有的药品都列出来了，并且法呀、功效啊，怎么弄都列在里面了。虽然保障条件越来越好，但是女兵们此次巡逻的地方海拔比较高，路段较为艰险。第2天一大早，向思楚就带领着几名女兵相互整理着装具和随身物品，准备出发。照计划，今天对瓦解的伤口实施定点武装巡逻。由于本次巡逻，我们有5名女兵参与到巡逻当中，在巡逻的过程中，大家务必发扬疯狗，互帮互助，确保整个巡逻过程中安全圆满顺利。瓦解拉山口海拔5000多米，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南麓，藏语意为幻象山，山高坡陡，处在风口，常年大风，平均风力6级以上。连长胡显军将巡逻小队分好组后，大家怀着忐忑的心情登上巡逻车。车子缓缓行驶在海拔4500米的高原上，空气含氧量不足平原的60%，越往上走，含氧量越低。道路越来越窄，落石越来越多，载人的大车已经无法通行。连长，前面路过不去了，只能到这里了。好，那我们改为徒步。前方车辆无法继续通行，就地下车，改为徒步行军。组织下车。各组注意，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牧民区，我手指方向羊圈比较多，老百姓放牧频次比较高。接下来我决定，我们采取2组搜索前进的方式。以上情况，同志们清楚没有？清楚。1组陈主跟我来。下车后，官兵们来到平整的地方，调整分组，继续执行巡逻任务。这时，牧民次人走上前来，原来昨夜的暴雨冲垮了羊圈一角，羊圈里大半的羊都趁机跑出去了。他说帮个忙，他们羊跑出来了。好，我们前面去看一下。
次人夫妻2人既要修羊圈，又要看住剩下的羊，哪里顾得过来？后2名，楼子方向迅速警戒。这什么情况了？现在？正好路过的战士们看到趁乱跑出去的羊，便立即参与其中。好的，我们来备枪。人多力量大，不一会儿，大家便修补好羊圈。随后，大伙儿经过一番围追堵截，终于把羊群都赶进了羊圈。次人夫妇端出酥油茶，感谢大家的帮忙。好的，谢谢。你们先。如果下次再被处罚了，我们再来。下次我们带点水泥啊，什么砖头啊，或者是麻袋，我们来垒，弄得好更好一点。好，投起。圈子越缩越小哈。对，这边不要太集中，分散一点。和牧民次人告别后，大家加快脚步赶去和第2组会合。再见了啊！海拔5000米的住户已经种不出青稞，以放牧为主，生活条件有限，年轻一点的早出去打工。央金和卓玛2位阿妈是这个村的留守老人，带着2个孙女独自住在村里。阿妈，哎，阿妈，哎，我们这次又来巡逻了，然后这次我们带了几个女兵，他们第一次来巡逻，过来看一下你们，好吧？来，都进来，来，我们往这边点，来。官兵们每次巡逻都会到这里来看望他们。第一次参加巡逻的女兵们将随身携带的物资给阿妈和孙女们留下一部分。阿妈，我们还是跟以前一样，我们每次巡逻也是带点泡面啊、水啊这些啊，给你们带一点，因为我们巡逻带的又不多。那阿妈，我们就帮你们先简单收拾一下，然后你们看哪不合适的话，你们告诉我们。那我们开始吧。大家分头行动，女兵们陪着阿妈和小朋友聊天玩耍，男兵们则在屋外帮忙收拾整理院落。告别时，2个小孩抱着相思杵，久久不肯松开。阿妈，这个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可能要接着去巡逻去了。你看你们这边还有需要什么修的没有？一些东西没有？好，那就这样吧。然后我们下一次的时候，我们再过来看你们啊。好。好，那我们先去继续巡逻了啊。拜拜。阿妈，我们走了啊。好，再见啊。再见。拜拜。再见。当时我的手被小朋友牵住不放的时候，看到他们脸上纯真无邪的笑脸，觉得那可能是他们对信任的一种表达吧。我觉得这就是作为边防军人保家卫国、保护人民的意义所在。那一刻我觉得特别值得。持续8小时的奔波忙碌，大家都已经疲惫不堪。到达宿营点，天已经黑了，顶着刺骨的寒风，脸上如刀割一般。战士们开始准备晚饭，风大，气温低，火升起来已经是晚上11点。
火线算是升起来了吗？对，已经升起来了。因为我们这个现在海拔比较高嘛，然后这个火是因为缺氧，它火也不容易燃。这个水的话，它也是特别难煮沸。现在一般我们这水大概要煮多久能煮沸？大概半个多小时，40分钟吧。因为它海拔高，因为我们一般在单位都拿高压锅来压，在这边的话海拔高，因为我们也没办法，天气也是比较寒冷，零下10-20度，所以说我们晚上也是希望大家煮一锅热的东西，让大家暖暖身子啊之类，多吃一点热的东西，晚上比较冷的时候抵御一些这些严寒啊之类的东西。像在这边现在是零下18度到20度左右，然后等到夜间凌晨3-4点的时候，温度会更低，达到28-9度到30度。在这里希望就是说今天晚上在过宿这个我们吃一锅热的，能让大家身体更暖和，明天更有精力更充沛。一锅热气腾腾的面便是最好的美味，驱散了寒气，拉近了大家的距离。围着火堆，笑容洋溢在彼此的脸上，此刻所有的疲惫消失殆尽。大家围坐在一起，聊起了今天巡逻的感受，相互交流经验。老兵们讲起了以前巡逻的故事，听到他们用云淡风轻说着驻守边防的苦，女兵们不禁红了眼眶。第二天一早，迎着风，官兵们继续向瓦解拉山口走去。看着好近，但是感觉走好远啊！要到这儿都已经缺氧了，感觉。这个坡只是一个小坡，上面还有好几个大坡呢。经历过昨天的巡逻，今天他们还要攀爬3座海拔在5000米以上的陡崖，顶着寒风，忍着高原反应，越过海拔5300米的冰川，最终到达瓦解拉山口。一上午的徒步行军，达到错嘎布已经下午1点。此时的海拔已经接近5000米，女兵们这时开始出现不同的高原反应。班长相思楚不时问着后面的战友们，并帮助他们调整装具。爬上湖边，走到平坦的位置时，连长胡显军决定大家就地休息调整，补充体力。看到如此壮丽的景色，女兵们也逐渐适应了高海拔所带来的不适。最后的这段路要绕过这个湖，沿着山脊线爬上冰川，看着直线距离只有短短几公里，走过去至少耗时6小时。官兵们接下来要忍着凛冽的寒风和强烈的高原反应，手脚并用完成剩下的400米路程。随着海拔升高，气温降低，严重缺氧，加上超负荷运动，女兵们的动作越来越缓慢，喘着粗气，艰难攀登。班长，现在海拔有多少？现在这里海拔呀，5000多吧，可能多一点点。5100多吗？200多？现在5160。好，到顶呢？瓦解拉山口海拔5415米。越往上走植被越稀少，最后就只有光秃秃的石头，队伍就快到冰川了。但是在这之前还有一关要过。由于降雨和地质灾害的影响，到达冰川前的最后一节路完全断掉，官兵们只能开辟新的路线。为了防止意外，女兵们将绳子绑在腰间，男兵们紧紧拽住绳子，队伍呈一字形前进。由于冷风一直吹，王文林开始出现了头疼的反应。
爬过最后一个陡坡，官兵们终于抵达了冰川脚下。风化的碎石大都松软无比，下面都是冰川暗缝和间隙，又滑又危险。此时海拔接近5400米，温度已经下降到零下10摄氏度，山口的风也越来越大，含氧量越来越低，官兵们手脚完全冻僵，体能消耗巨大，只能相互协助，顶着寒风缓慢攀爬最后的50米。当双脚踏上冰川的一刻，所有人都振奋了，可随之而来的危险也让人甚是担忧。几乎垂直的冰面，官兵们只能依靠冰橇保持平稳。在5000多米的高原徒步，即使轻装上阵，也相当于平原，负重50多斤，冷风夹着雨雪迎面扑来，队伍前进速度越来越慢，但没有一个人喊停。大家手拉着手，迎着刺骨的风雪，一次次跌倒，一步步向前。尤其是到最后冰川，走一步滑一步那种，挺绝望的。但是爬完到顶的时候，觉得都值了。觉得既然来都来了，一定要坚持，大家都能坚持。我也作为女兵吧，也不比他们差一点。从一开始选择来西藏当兵，是我的选择，也是我的幸运吧。虽然我们的岗位不在边防一线，但同样作为边防军人的我们，巡边、守边、卫边，同样也是我们的职责。所以不管以后我何时何地，不管我在干什么，只要祖国需要，我都会义不容辞。突然，队伍停了下来。战士熊启敬因为体力不支和高原反应晕倒了。其实刚开始去的时候有点喘不通气，而且心跳的也特别快，但是慢慢的就适应了。我心里是这么想的，既然我来了，大家都能坚持，我也一定能坚持。就算是晕倒了，我爬起来还能继续坚持，我肯定要坚持到最后的。短暂休整过后，大家一鼓作气往上爬，目标直指海拔5400米的高点。巡逻队伍终于到达巡逻目标点位置。在执行完观察任务后，官兵们到点到位，宣示主权，面对5星红旗，敬上一个军礼，是每一次巡逻最庄严，也是最神圣的时刻。就是在冰川上面对国旗宣誓的时候，我感觉那个时候我就像行罗路上的一朵格桑花，就不管是多孤寂的地方，多寒冷，海拔多高，它都扎根在那里。我觉得我作为一名边防女军人能做的，也就是将自己的最美的青春年华奉献边防，最炽盛的热血挥洒边防，为了边防事业坚定岗位，义无反顾。我觉得真的是只有自己亲自走一遍边防巡逻路，才会知道它其实跟我们想象中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当我们站在边防线上，爬雪卧冰、翻山越岭的这种艰辛，和我们站在国旗面前，大声的宣誓，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的自豪感，如果不是我们亲自走一趟，是永远体会不到的。刚出发的时候，确实心里面有点担心，当时还特意的叫连队这边。多备了一点药品啊，以备不时之需。因为我们连队的这次的巡逻任务瓦解了山口，海拔又比较高，徒步的路程又比较远，但是经过这个巡逻下来，发现
旅兵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总体感觉我们这几个旅兵很不错。确实，第一个方面给我们的男兵鼓了士气，也做了榜样啊，他们都能走，我们也更能走啊。第二一个就是在整个团队中增添了一种风采，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啊，感觉整个巡逻更有活力，更有动力。不负青春，不负韶华。当青春遇上迷彩，他们在爱美的年纪选择剪掉长发，卸下青春靓丽的红装，身着军绿，走向边防，如同高原上的格桑花一般，美丽而不娇艳，逆境生长，悄然绽放。在这片充满爱与艰辛的土地上，官兵们日复一日的坚守，将5星红旗高高地插在瓦解拉之巅。迎风飘扬的5星红旗在冰川映衬下格外耀眼，茫茫雪域高原响彻着边防战士们的铮铮誓言。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我们就是祖国的界碑，有国必有边，有边必有防，有防必有兵。我们是中国军人，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们正在保卫边疆。